如果你这周有盯着美股盘面，你会发现华尔街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 AI 焦虑症。微软、Meta、Google、亚马逊这四大巨头在短短几天内相继丢出财报，他们的 AI 资本支出加起来是天文数字，但市场的反应却异常冷酷。因为现在大家只问一个问题：你们烧了几千亿美元买 NVIDIA 的晶片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实在的利润？如果这场资本支出的军备竞赛看不到尽头，加上刚刚压轴开讲的 Apple 财报，以及下周的 FOMC 决策，随时可能引爆一场完美风暴。欢迎来到 Global Strategy Navigator 全球战略情报站，这里是美股脉动系列，带你穿透财报噪音，看见资金的真实流向。各位，我们刚刚经历了2026年最疯狂的一周，这是一场决定 AI 下半场命运的超级财报周。在过去这5天里，决定全球科技股走向的巨头们全部摊牌了，但这是华尔街不再盲目为 AI 2个字买单了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不讲虚无缥缈的科技愿景，我们只讲最血淋淋的数字。我们将为你全面结算本周所有 AI 巨头与 Apple 的财报表现，分析关键经济数据，并提前为你武装好下周即将到来的核弹——联准会的 FOMC 决策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直接切入数据。等等，在看数字之前，我们必须先看懂市场预期心理学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一家公司营收明明达标了，股价却照样崩盘？这就是所谓的 whisper number， 也就是耳语预期。你要知道，华尔街现在就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，你给他20% 的成长，他会哭，因为他私心想要30%。如果我们从边际报酬递减的经济学法则来推论，巨头们的 AI 投资在2026年已经进入了一个极度危险的脱节期，也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跑得太快，但应用变现却迟迟没有跟上，这将导致股价对任何资本支出，也就是 CapEx 的增加，都变得异常敏感。只要你没有给出超乎想象的惊喜，市场就会无情抛售。第一部分，资本输出黑洞，微软与 Google。让我们先来回顾这周最关键的财报。首先是微软与 Google， 这两家是目前 AI 变现能力最强的公司，他们的云端业务成长依然亮眼。但如果你翻开财报的细项，你会看到一个让投资人倒抽一口气的数字：资本支出。为了维持 AI 算力，他们的支出正在以几何级数增长。市场开始担忧，这种烧钱速度，云端营收的增长真的赶得上吗？接着是 Meta 和亚马逊。Meta 一如既往地在 AI 开源模型和基础设施上砸下重金。祖克伯直接告诉华尔街，我们还会烧更多钱。这句话直接导致了股价的剧烈震荡。亚马逊虽然电商表现稳健，但 AWS 云端服务同样面临着庞大的基础设施升级压力。总结这四大巨头的财报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趋势：硬体基建依然是赢家，但软体应用的变现压力正在飙升。为了让大家看懂这场1000亿美元的烧钱大战，我们来快速对比四大巨头的 AI 护城河与烧钱效率。第一，微软主攻 B2B 软体，虽然我成长稳健，但企业端买单的意愿正面临瓶颈。第二，Google 主攻广告效率提升与搜寻引擎防御 ，AI 正在实质性的降低他们的获客成本。第三 ，Meta 主导开源生态，表面上看是做善事，实际上这是一场生存之战。Meta 烧钱是为了彻底摆脱对 Apple 隐私政策的依赖，重建属于自己的流量底层架构。这钱烧得最狠，但也最有战略价值。第四，亚马逊主攻算力出租，他们是 AI 淘金热中卖产值与收购路费的人，拥有最宽广的护城河。买 NVIDIA 晶片的钱不能省，但终端客户愿意为 AI 软体付费的意愿却没有跟上硬体升级的速度。更糟的是，这周公布的总体经济数据完全没有给科技股喘息的空间。美国最近公布的 PCE 数据显示，通膨依然异常顽固，同时第一季 GDP 的初步数据却出现了放缓的迹象。这就是华尔街最害怕的剧本，停滞性通膨的幽灵正在回归。通膨下不来，代表联准会不可能降息；经济放缓，代表企业未来的获利会受影响。在这种高利率的环境下，科技巨头那些需要好几年才能回本的 AI 投资，在估值模型里就会被狠狠打折。现在我们穿插一个关键的战略插曲 NVIDIA 供应链的反向指标。
当四大巨头都在哀嚎 CAPX 太高时，NVIDIA 的财报虽然还没到，但我们完全可以用这几家的资本支出来倒推 NVIDIA 接下来的订单能见度。这里有一个核心的战略观点：如果巨头们在法说会上开始讨论如何优化算力效率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无限制购买，这对硬体供应链来说就是一个隐藏的黄色警戒。市场对 NVIDIA 的预期已经完美定价，一旦这个反向指标发酵，硬体股的修正将非常剧烈。接下来是边缘 AI 现实考验 ，Apple 的 M4 与 M5。如果你觉得这周云端巨头的震荡已经够大了，那你千万要系好安全带，因为真正测试 AI 是否能落地的试金石是刚刚压轴开讲的 Apple 财报。我们上一集说过，AI 的赛道正在发生权力转移，云端的军备竞赛已经打到了瓶颈，接下来的决战点在边缘 AI， 也就是你手上的 iPhone 和 MacBook。Apple 刚刚交出的这份财报，揭晓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：消费者到底愿不愿意为了跑得动 AI 的手机而换机？从硬体销售的初步数据来看，我们正站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。这对整个 AI 产业链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号，但这里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盲点 ：Apple 的隐形供应链。我们不要只盯着 iPhone 的表面销量，我们要看的是 Apple 底层的 M4 与 M5 晶片升级周期。根据高盛与大摩的关键预测，2026年边缘 AI 设备的市场渗透率即将突破 25% 的引爆点。这庞大硬体换代潮的背后，牵动的正是台积电的2奈米先进制程产能。如果 Apple 的 AI 换机潮真的爆发，这不仅仅是 Apple 一家的胜利，这将带动整个亚洲半导体板块的价值重估。这又带出了我们的第二个战略插曲：台积电的2奈米观察兽。既然提到了 Apple 的 M4 与 M5 晶片，我们必须深入聊一下台积电的产能分配。这绝对不只是 Apple 一家公司的事。台积电2奈米产能的良率与分配名单，实质上决定了2026下半年全球所有边缘 AI 设备的供货上限。谁能抢到产能，谁就能在下半年的 AI PC 与手机大战中存活。台积电就是这场权力大迁徙中唯一的终极观察兽。除了 Apple 之外，下周还有2家 AI 领域的关键指标股要发布财报 ，ARM 与 Palantir。我们先看 ARM， 它在边缘 AI 架构中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。请注意，当 Apple 这种巨头全线进入 M4 与 M5 世代，带动整个产业链升级 AI 处理器时 ，ARM 的授权金收入模型将会发生质变。他的猜测将是下半年 AI 终端设备大爆发的最前沿指标。接着看 Palantir， 这是企业级 AI 软体的终极风向球。当微软的 Copilot 被质疑变现能力时， Palantir 却交出了截然不同的成绩单。根据最新数据，其 AI 伺服器与平台销售额自2025年初以来已经翻倍，市场预计2026年相关规模将达到500亿美元。这证明了企业级 AI 软体的需求是绝对真实的，而这份财报将决定软体股下半年的整体估值逻辑。最后，我们来到下周的宏观大魔王联准会 FOMC 利率决策会议。这场会议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所有科技巨头的财报总和，因为它决定了市场的流动性。在本周 PCE 数据爆冷之后，市场对今年降息的预期已经降到了冰点。但更值得我们警戒的是联总会内部的鹰派抬头。在先前的4月会议中，我们已经看到有4名委员对维持现状表示反对，要求采取更紧缩的行动。这是自1992年以来联准会极为罕见的严重分裂。这意味着鲍尔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压力，也让下周会议的戏剧性与不确定性飙升到最高点。我们为大家推演了鲍尔在记者会上可能引爆的3种情境模拟。第一，即鹰派剧本，鲍尔若暗示通膨失控，甚至考虑再升息，这将引发科技股无情崩盘。第二，中间派剧本，承认通膨粘性，维持现状，这会让市场进入高档盘整，资金流向价值股与大宗商品。第三，鸽派偏向剧本，对通膨有信心，坚持降息路径，这将点燃科技股的报复性反弹。如果你去回溯历史上所有的 FOMC 模式，你会发现一个铁律：
当通膨与经济成长走向完全相反的时候，联准会几乎一定会选择观望。这意味着鲍尔这一次大概率会走第二种中间派剧本，而这种不上不下的态度，通常会造成市场流动性暂时枯竭，大资金会全部缩手，直到周五的非农数据给出明确的讯号为止。而就在 FOMC 开完会的周五，我们确实就会迎来这份重量级的非农就业数据。如果数据意外强劲，不降息的预期就会被彻底锁死；但如果大幅降温，市场就会重新燃起降息的希望。所以下周的战略总结是，这是一个充满极端二元对立的一周，一边是 Apple 代表的实体经济与消费力道，另一边是 FOMC 代表的资金成本与流动性，这两股力量的碰撞将彻底决定美股2026年年中的走势方向。今天的节目进入尾声，这是一个杂讯极多的2周。当你看到微软财报大好，但股价大跌；当你看到通膨数据上升，但经济放缓，一般投资人很容易在这些互相矛盾的讯号中迷失方向。但在 GSM， 我们看的是底层的战略逻辑。不要去猜测财报开出来的那一瞬间股价会怎么跳动，我们要看的是资本支出的趋势有没有改变，资金流向有没有从云端转移到边缘，联准会的底线究竟在哪里。掌握了这些，你就能在这场 AI 财报风暴中找到真正安全的避风港。这里是 Global Strategy Navigator 全球战略情报站，下周我们将为你带来 FOMC 与非农就业的最终解读。别忘了订阅我们，保持你的战略清醒。我们下期见。